各位亲爱的同学，蛋白质经过胞内和胞外的降解之后，被降解为游离的氨基酸。这一次课程，我们继续介绍氨基酸的分解与转化，包括脱氨基作用、脱羧基作用两种主要的反应类型。那么氨基酸是如何在体内被分解的呢？首先，我们来看氨基酸分解的主干代谢途径。一分子的氨基酸在脱去了氨基之后，形成游离的氨以及一分子的阿尔法酮酸。以右边的两个氨基酸为例，左边是天冬氨酸，右边是谷氨酸。在脱氨基反应的酶的作用下，脱去阿尔法肽原子上的氨基，同时被替换为氧原子之后，就生成了氨基酸分解代谢的两个主要产物，游离的氨、草酰乙酸和阿尔法酮戊二酸。我们都知道，这两种阿尔法酮酸就直接是糖代谢的中间物，可以通过三羧酸循环被彻底氧化分解。因此，氨基酸分解代谢的关键就是如何脱去氨基的过程。这也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内容。我们将介绍到包括氧化脱氨基、转氨基、联合脱氨基以及非氧化脱氨基和脱酰氨基作用的等等过程。首先介绍氧化脱氨基作用。我们介绍由谷氨酸脱氢酶催化的氧化脱氨基反应。谷氨酸脱氢酶广泛存在于动植物及微生物体内，专一性很强，只作用于谷氨酸。它以 NAD 或 NADP 作为辅酶，催化谷氨酸氧化脱氨基，生成阿尔法酮戊二酸。另外，动物的肝、肾及其他细菌、真菌中还有一种类型的氧化酶，以 FAD 或 FMN 为辅基，催化脱氨基的反应。第二种类型，转氨基作用。转氨基作用是阿尔法氨基酸和阿尔法酮酸之间发生的氨基和氧原子之间的移换反应。催化转氨基作用的酶叫转氨酶或氨基移换酶。转氨酶的辅酶是磷酸吡多醛。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转氨酶将阿尔法氨基酸的氨基交给磷酸吡多醛，形成磷酸吡多胺之后，再转移给新的氨基酸。已经发现的转氨酶至少有50多种，其中以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最为重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点，转氨酶催化的反应是可逆的，平衡常数为10左右，即反应可以向左右两个方向进行。也就是说，反应正向进行，即催化氨基酸的分解代谢，而反应逆向进行，则催化氨基酸的合成代谢。氨基酸代谢通路的特殊性就体现在这里。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都经常听到医学检测指标中的转氨酶偏高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转氨酶在不同的机体组织中含量不同，因此在临床上通过测定血液中转氨酶的活力，可以作为诊断的指标，判断不同脏器是否发生损伤或病变。第三种类型，联合脱氨基作用。刚才我们介绍的谷氨酸脱氢酶专一脱谷氨酸的氨基，而转氨基反应并不能彻底的脱氨基，只能是氨基的移换。因此，在生物体内，最终脱氨基的过程需要将二者相结合，这就是联合脱氨基作用。首先，通过转氨酶与谷氨酸脱氢酶的联合作用，可以将不同种类的阿尔法氨基酸上的阿尔法氨基先转给谷氨酸，再由谷氨酸脱氢酶将其彻底脱掉。其次，转氨酶还可以和嘌呤核苷酸循环联合脱氨，通过转氨酶的作用，将阿尔法氨基酸上的阿尔法氨基参与嘌呤核苷酸循环，合成腺嘌呤核苷酸，最终通过腺嘌呤脱氨酶脱掉氨基。另外，生物体中还存在非氧化脱氨基作用。第一种是还原脱氨基。
某些含有氢化酶的微生物能利用还原脱氨基的方式脱去氨基，将氨基酸氢化脱氨基后形成脂肪酸和游离的氨。丝氨酸和苏氨酸也可以经过脱水的方式脱氨基，反应的过程如图所示。另外，解氨酶也可以催化脱氨基反应，如苯丙氨酸解氨酶催化苯丙氨酸直接脱氨基，生成反式肉桂酸，进一步的可以转变为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对于植物的生命活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一种脱氨基作用是脱酰氨基作用，在谷氨酰胺和天冬酰胺酶的作用下，两种酰氨基酸生成相应的氨基酸，脱掉的氨基可以被植物重新利用，合成新的氨基酸。氨基酸分解代谢中，除了脱氨基的主干代谢之外，还存在脱羧基作用。直接脱羧基作用由脱羧酶催化，将氨基酸转化为胺类化合物，如伽马氨基丁酸、戊二胺、丁二胺等。这些胺类化合物很多都具有活跃的生理作用。最后，生物体还存在羟化脱羧基作用。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生成多巴，多巴又可以进一步合成多巴胺，这些产物参与诸如黑色素、生物碱的合成过程。氨基酸的分解与转化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